贼老天，我一个赤龙族妖兽，在人界当一生行善，你竟然一个天雷火劫把我劈得元神飞散，穿越到了古代，成了这刚死去的靖王妃龙清若。你坏事做尽，你要有报应的。你有本事劈呀！把我彻底劈成灰了！看我龙爹爹和龙哥哥们怎么掀飞你！哼，去！大顺皇帝病重，薛皇后为打压靖王东方靖，将原主这个六品御医孙女赐婚给他。亲王娶六品小官之女，摆明是羞辱。靖王自然不亲近原主，偏巧原主爷爷为救13皇子研制的秘药，被徒弟柳御医偷去冒功，还给他女儿柳如兰讨了个侧妃之位，今日便要进门。而昨夜，原主却遭人下药，羞于身体反应自尽，我就在此刻被天雷炸穿而来，和东方镜发生了关系。不对呀，我是龙女祭魂投生，还是赤龙族的药圣，人间的药怎么可能对我起作用？我那么大一颗圆珠呢？一定是昨夜和东方镜发生关系的时候，刚好圆珠归位，被他给吸走了。天杀的东方镜！血月停了，这是要洞房花烛了。他若是碰了柳如兰，我的圆珠岂不是会传到那女人身上？不行，我不同意！你还敢来？圆珠果然在他身上，只是这圆珠的阶色很淡，应该是遭天雷之火轰击受了损，眼下绝不能受惊吓。乖，不是找你，你先起开。柳侧妃，你爹可有告诉过你，他给13皇子服用的火禽丹是偷的？王妃，你怎能这样说？火禽丹分明是我爹自己呕心沥血研制的，怎么会是偷你祖父的？你不能这样污蔑我爹的清白！王爷，你要为妾身做主啊！别妾身，我还没承认你进门呢。大顺王朝有律法规定，妾室进门需要正妻同意。你先把火禽丹的事给我交代清楚，再来讨论你觊觎我男人的事。必须先把这侧妃击退，免得他们圆房夺了我的圆珠。龙清若，我得先把事情弄明白。难道你不想知道到底是谁糊弄了你吗？王妃，你怎么能……哭这一招对我不管用。我再问你一句，你知道他的药是从我祖父那里偷的吗？我爹没有偷。行，那就让他再做一粒火禽丹出来。若是做不出来，我削他一臂。王爷，我爹可是救了13皇子的功臣啊！您就让他这么欺辱我爹吗？龙清若，呀，小静，你就这么心急吗？你跟本王出来！王爷！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你竟敢！要不再试一次？
够了，恬不知耻！我不要脸，王爷的规矩还真是特别。你，王爷，你醒了吗？侧妃娘娘上吊自尽了。他怎么样了？回王爷，幸亏发现的及时，人倒是没什么事儿。可娘娘醒来后就一直哭，王爷您还是去劝劝吧，毕竟13爷还要用药啊。王爷何必救妾身呢？受了那等屈辱，妾身还不如死了算了。行了，别哭了。本王这就叫他过来给你道歉。道歉？给谁道歉？王爷，您要为妾身做主啊！哼，内院的事，他一个男人做什么主？我是这王府的主母，你有什么事尽管说，我来为你做主。王爷，你给他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要道歉是吗？行，那你出去。笑。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本王做事了？行，不出就不出吧。那我们就这样坐着聊吧。既然王妃愿意道歉，那你就适可而止。本王还有要事，过几日再来看你。王爷，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了。你真的想死？王爷在门外，王妃既然容不下我不死还有什么活路？不如随了王妃的愿。他自寻死路，那我就省事儿好多。你说的对，那你死吧。你说什么？但你最好不要上吊，吐着长舌头，眼珠子暴突，尸体实在很难看，免得吓着为你收尸的人。听我的，你割腕吧，血放得干净，死的还凄美。他要是死了，起码原主到不了他的体内了，我也无后顾之忧了。你就这么想我死？龙青若都要逼死我了，王爷为何还不来阻止他？王妃何必欺人太甚呢？妾身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如此逼迫？唉，小柳啊，我们做人要讲诚信。你既然说了要自尽，就不能言而无信啊。王妃，您不要再咄咄逼人了。柳侧妃已经够可怜了，您怎么还能逼她去死？没错，她就是够可怜了，所以才要死啊！你见过哪个幸福的人愿意去死的？你，王爷，军中出事了。王爷竟然就这么走了。龙青若，该死的人是你！柳侧妃，使不得啊！柳侧妃，你不讲武德！王妃说的对，她言而无信。小柳，你杀人了！来人啊！救命啊！王妃杀人了！王妃杀了靖嬷嬷！是你杀人？唉，你这演技，不去当影后都可惜了。这位仁兄，要么先救人，要么先拿下凶手。不过我觉得救人比较重要。来人，快请大夫！
龙清若，这回你死定了！哦，对了，刚才没说完，他还没死，只要救的及时，他能活下来。怎么样？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什么？刚才我以灵力护住了静嬷嬷的心脉，此时没人能杀得了她。倒是东方静，刚才似乎说是军中出事了，圆珠在他身上，若他有危险，圆珠也会有危险，我得跟去看看。本官奉皇后娘娘遗旨，军中发生叛乱，今日定要拿下你们这些乱臣贼子！放屁！我们跟着靖王出生入死，何时叛乱过？你分明是公报私仇！没有本王的兵符，谁敢擅自行动？本王看，叛乱的人是你。本官有旨在身，靖王，你识趣的话，乖乖让开，让本官处置叛乱之将，否则一律以抗旨之罪论之。看来皇后娘娘是忘记了，本王的兵权是皇上亲手授予，他可无权处置。好，既然靖王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本官不客气了。靖王带人叛乱，本官奉旨杀无赦，放箭。神功营听令，只盯着靖王一人，务必诛杀。王爷！拿下！阿禄，瞧清楚是什么了吗？王爷，像是一条很肥的金蛇。蛇？但是本王瞧着像大壁虎，有尾巴的，蛇也有尾巴。不管是什么，他救了王爷，卑职瞧见那些剑都扎在他身上了，好痛的感觉啊！也轮到本王算算账了。他娘的，几千年了，老娘都没遭受过这种肉身的痛楚了。以身体为男人挡剑，真是没20年的脑血栓也干不出这种事来。若不是为了护住老娘的圆珠，怎能遭这罪？回头若再取不回圆珠，我非得杀了靖王那个混蛋才行！王爷，您可算回来了。龙氏刺伤了静嬷嬷，大夫说情况十分严重，刀伤及要害，快不行了。静嬷嬷是方熙太后的陪嫁丫鬟，从王爷3岁起就被派来伺候王爷。何府上下谁不知道静嬷嬷对王爷的意义不同？她竟然敢害静嬷嬷，这毒妇！本王这次绝技不会放过她。龙清若，你竟敢伤静嬷嬷，信不信本王要了你的命？还敢装？给本王起来！你害我成了刺猬，还敢来找我问罪？你找死！圆珠，回来，回来，我就能立刻杀了他。都这时候了，龙清若他竟还想着那档子事，他把本王当什么了？色欲熏心，只顾享乐的无脑之人吗？我被你害惨了，简直不可理喻！你刺进嬷嬷在先，伤本王在后，竟然还敢反咬一口，说本王害了你！这
这是要装死？青阳，这是怎么了？气血凝滞，是伤重之状。王妃伤了静嬷嬷之后，听闻还能小跑出去，这短短几个时辰的功夫，怎么会伤成这样？是啊，他就在王府，怎会无故受重伤？多半是伤人后知道怕了，用了龙御医给的什么药，装伤重，想逃过本王责罚。管他为何伤成这样，他心思歹毒，害了静嬷嬷，死不足惜。还不起来？行，本王看你能装多久。死了之后，直接把他送回龙家。他身后之事，不配在王府办。唉，看来府里要一下子准备2口醒木了。侧妃娘娘，奴婢刚从前院打听到，王爷去了清福居一趟，大发雷霆，王妃就快不行了，府里都准备2口喜木了。必定是王爷知道他刺伤静嬷嬷，当场刺死了他。等龙清若一死，这王府还有王爷，便都是我的了。静嬷嬷如何？回王爷，本来按照她的伤势，当时就该不行了，能熬到现在，也算是奇迹了。王爷，王妃不见了。她还敢逃跑，带人去把她找回来。静嬷嬷如何了？还没死吧？你还敢来这里？他身子怎么这么凉？我祖父的治伤圣药，给他。静嬷嬷被刺伤的时候，胃正清白，我以一丝灵力护住了她的心脉，但就这么一抹灵力，竟和我身体里的灵力相通了。我现在每收回一丝灵力，便要分一些给静嬷嬷。岁末残羹还要和人分半，我几时能养好伤？我现在只能等静嬷嬷伤愈，灵力自然散去才行。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？你就算不相信我，也该相信我祖父吧。燕燕，王爷，这药和火禽丹看起来差不多，只是味道比火禽丹多了一股浓烈的3七味道，应当无毒。竟然能吞咽了，奇怪，真是太奇怪了，脉象竟然渐趋平和了。那是不是意味着脱离危险了？按照脉象看，除了有些虚弱，没什么大碍了，应该很快就会醒了。难道真是本王错怪他了？王爷让卑职来告知娘娘一声，静嬷嬷已经没大碍，人也醒过来了。没事了，怎么会？没事就好。那静嬷嬷可说了是谁伤了她？静嬷嬷说是误伤，她说柳娘娘当时要自尽，她急着去夺刀，就这样被误伤。确实如此，当时场面混乱，我也吓坏了。那柳娘娘好好休息。对了，王妃也没事了。这个贱人，瘾竟然这么大！王爷，柳侧妃听闻静嬷嬷醒来时，先是心虚惊慌，得知嬷嬷说是误伤后，她明显松了一口气。但依卑职之见，她当时动刀，恐怕是想针对王妃，并非真想伤静嬷嬷。他真当本王是瞎子？传本王令，即日起停了清风居一切主子待遇，每日只供应下人伙食。等本王查明白火秦丹的事，立刻把他撵出王府。
你现在亲自去一趟龙家，找龙御医问问清楚关于火清丹的事。王爷，您怀疑火清丹是龙御医研制的，但只怕问不出来了。龙御医前些日子得了风症，如今只能躺在床上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如此说来，这火清丹的来历竟是无处可查了。王爷，若柳侧妃的药是从龙家偷来的，或许王妃会知道内情。龙清若呢？是不是已经回了清福居？回王爷，没回去。刚才王妃房中的丫鬟来报，说王妃一直没回。卑职去盘问过门房了，门房说今日没见王妃出去过，府里的后门也是上了锁的。没回？她受了那么重的伤，能去哪里？再派人去找，务必问清楚她给的丹药从何而来，为何与火清丹如此相似。谁？冷清若。我冷，我快冷死了。你身上怎么全是湿的？体温还这么低？等着，本王叫人给你传大夫。你别动！这样回来的灵气太慢了，你怕痛吗？问这个做什么？本王是武将，当然不怕痛。真的？现在只要破开他的胸膛，就能取回圆珠。只要拿到圆珠，我就能恢复灵力。之前的事，本王想跟你道歉。皇后赐婚你我，也非你所愿，本王却将满腔怒火迁怒于你，的确不该。往后，本王会尽力做到和你和平共处的。他看起来挺诚恳的，其实圆珠意外落到他体内，也非他所愿。我是好龙，我不该要了无辜人的性命。那就试试吧。好，那你现在告诉本王，这几天你到底去了哪里？出了什么事？为什么会浑身湿漉漉，冰冷得像蛇一样回来？我受伤了，需要地方疗伤，所以这几天我都躲在后院的废井里，泡在井水中，寒气入侵，所以才会浑身湿透，冻成这样。你耍本王？你觉得本王这么好骗吗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本王相信你几天都躲在井里，不吃不喝，还不会被淹死。后院那口废井你知道有多深，就敢说这样的话？不信算了。还有火清丹的事，你知道多少？横竖我说了你也不信，自己查。你，王爷，宫里头来人了，说13皇子不好了。13弟，六哥，临死前能见你一眼，真好。没事，六哥来了，御医都在呢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用药，用针，用一切可用的办法给本王救活他。王爷恕罪，微臣实在没法子了。13殿下心脉将竭，除非有传闻中的火情丹，但如今这情况，只怕就算拿来了火情丹，也来不及了。你那日给静嬷嬷吃的丹药在哪里？立刻取出来！火情丹。
13殿下的心脉竟然恢复了，这怎么可能？13弟觉得怎么样？还有哪里难受？六哥，我不憋气了，从没觉得这么舒畅过。真的没事了？没事了，我真的没事了。奇迹，真是奇迹呀！柳玉一研制的这火情丹着实管用，真乃神药。柳玉一简直是华佗在世，天上地下绝无仅有啊！哼！本王要把13弟接回靖王府去住，你立刻叫人给他收拾些日常用的东西，回头送出宫去，动作快些，不得耽误。靖王，你眼里可有本宫？本宫岂是你能呼呼喝喝的？看他这副嘴脸，根本不关心孩子的死活。这小孩能活到现在，也是命大。六嫂，谢谢你救了我，你长得真漂亮，嘴真甜。不过不该你谢，你六哥会替你谢我的。谢什么？我治好了他，你欠我一个天大的人情。本王从不白欠人情，给你银子1万两，够买你那颗药了。靖王殿下，你的银子也是我的银子，你拿我的银子给我当谢礼，算哪门子的多谢？你脑子进水了？本王的银子怎么就成你的银子了？夫妻共同财产当然是我的。荒谬至极。随你怎么说，不过我得提醒你，他还需要继续用我的药。你敢威胁本王？对，就是威胁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要你答应2个条件：第一，从今往后，王府内务由我全权做主，连你都要听我的；第二，你马上搬到清福居，和我同住，不得碰别的女人一下。这2个条件缺一不可。只要你答应，我保证治好你13弟，用药期限半年。搬到你的清福居？你出去打听打听，哪家主子会搬到女人的居所里住的？至于内务，你做主，凭你小家出身的教养，能做主吗？更不要说连本王都要听你的。行啊，既然你这么有骨气，那你就去找你的好侧妃拿药去吧。不过我把话放在这儿，不出3个月，你弟弟的病绝对会复发。你给本王闭嘴！有什么条件恢复关起门来说。你非要当着一个小孩的面说这些肮脏的算计吗？他需要知道，想得到一些东西是要付出代价的。现在是你帮他付这个代价，往后他自己付。他还小，那是你以为在舒贵妃屋檐下混饭吃，他比任何人都懂事。总之，让本王搬到你的清福居，死都不可能。娘娘，13皇子吃下那火禽丹之后，几乎是马上就坐了起来。原先连御医都说没救，这药真当神了。看来这火禽丹果真是龙老御医炼制的，龙家这老骨头还真留了点好东西。看情况是的。对了，娘娘，国丈那边叫人进宫递了话，薛喜元大人被靖王杖毙之事，难道就这么了了？本宫说过，不必动东方镜。他只是待舒贵妃那边暂管兵权，动他作甚？薛喜元等人竟还敢假传本宫懿旨，死有余辜。国丈的意思是怕靖王手握兵权日渐壮大，往后不好控制啊。他性子暴躁霸道，难成大器，朝中无支持他的人。且他母妃庶女出身，娶的王妃也是御医之女，无身家背景，不过帮庆王暂管兵权而已。你按照本宫的话转告国丈，让他稍安勿躁。是。哎，慢点儿，那酒坛子仔细着点儿，别磕了碰了。清先生，怎么回事？从今日起，
本王就宿在清府居了。哦，我没听错吧？是谁昨晚说让他搬到清福居？死都不可能的，现在死了。龙清若，你的嘴巴怎么这般不饶人？本王可以搬过来，王府的主家权也可以给你，但你必须给本王保证，半年之内治好13弟，否则本王绝饶不了。你弄什么？搭城墙啊？看清楚了，从今往后，你睡里头，本王睡外头，中间这是分界线，谁都不许过界。小屁孩，无聊至极。很得意是吧？终于靠着拿捏13弟威胁到了本王。有什么好得意的？夫妻本来就该睡在一起的，天经地义。我先去洗澡了。好大的浴桶！陶溪，打水进来，我要洗澡。不行，你到外头洗去，这是本王的专属沐浴间。你的专属？这沐浴间建造在王府内，属于王府内务的事，什么地方给什么人用，我身为当家主母心里有分寸，不用你多事。龙清若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你是说，连沐浴间这样的小事我都不能做主？那我还要这个管家之权干什么？你还是带着你的专属沐浴间搬走吧，协议作废。你，龙清若，你非得在本王面前脱衣裳吗？滚到屏风后面去！你又不是没见过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龙清若，你以后不许当着本王的面脱衣裳，隔着屏风也不成。才恢复了这么一点灵气，护体元珠没在身上，这恢复速度简直比蜗牛还慢。看来我得寻个地方补充灵气才行。听说皇城东侧有个麒麟山，是附近一带的众山之王，应当是灵气，回头可以去看看。王妃，出事了！王爷正在前院大发脾气，到处都在找你呢，你快跟我过去看看吧。出什么事了？是13皇子，13皇子又不好了。龙清若，你给他服的是什么毒？你认为我给他下毒了？龙清若，你如果不说出到底是什么毒，本王要你的命！你真认为我是这样的人？王妃，你实在是太恶毒了。13皇子已经受了很多苦，你怎么忍心对他下毒来要挟王爷？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？王爷，王妃下的毒恰好遏制了他的病，但也必须不断用这毒才能继续遏制，否则就会病发。可这毒伤害本体太过，半年之内必定会毒发身亡。这么恶毒的法子，是你祖父教的吧？这种伤天害理的治疗之法，当初他也教过我，我不屑之才会愤出师门。没想到你为了一个当家主母的位置，竟以皇子的性命为挟，简直是太可恶了！少往别人身上泼脏水！我下毒，我若下毒，他当时怎么会好起来？这么简单的道理，王爷会不懂？你压根就没火情丹，那颗火情丹和方子是爹爹陪嫁给我，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你偷了去。你却冤枉我爹爹偷了你的火情丹，真是贼喊捉贼！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信他的话，那就是真的。到底是什么毒？昨晚才道歉说要对我好一点，现在别人随便泼点脏水，连我的话都不信了。男人说话就这么不算数？既如此，不如杀了你，直接举为原主。灵力反噬，怎么会这样？原主竟然不认我了！
他这是怎么了？王爷放心，13皇子的毒，微臣已经知道怎么解了。当真？没错，只等皇子吐完体内毒素，微臣便可用药，定能保皇子平安无虞。有劳御医。无碍，本是一家人，这都是微臣分内之事。只是王妃对13皇子下毒，心肠实在是太狠了。王爷若不处置，只怕微臣治好之后还会有下一次啊！来人，备下文房四宝，本王要休了他。休了我？你确定吗？蛇蝎妇人，不休还待何时？好，小柳，你现在开心吗？王妃姐姐说什么呢？我只是替王爷不值，你太狠毒了。像你这种恶毒的女人，根本就不配留在靖王府。你刚说我狠，你说对了。啊！我的脸！女儿！说娶就娶，想休就休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听本王解释。我不想走，没人能赶我走。拿下他！快拿下他呀！王爷，杀了他！给我杀了他！我要把他五马分尸，碎尸万段！王爷，如果不把龙氏杀了，为我女儿讨回一个公道，我柳家永远都不会拿出火清丹。一事归一事，火清丹的方子既然在你手里，10天之内把丹药给本王拿来。否则，你知道本王的脾气，本王既能许你女儿侧妃之位，也能毁你柳家于一旦。我为13皇子研制火清丹，救了13皇子，你竟然这样对我的女儿！王爷，做人要讲良心啊！良心？你研制火清丹，本王说给你万金你不要，非要这侧妃之位，本王许给了你，这本就是你情我愿的买卖，怎么就变成没良心了？买卖？你把这称作买卖？不是买卖是什么？侧妃之位已经许给你，是你的女儿没本事，斗不过正妃龙清若，与本王何关？你若治不好我13弟，你就等着吧。来人，在，把柳侧妃送回清风阁，严加看守，直到柳御医交出火清丹来，方能放出。王爷，就这么放过柳天志了？龙御医中风了，柳天志是第一个取出火清丹的人，暂时留着他。等他拿不出火清丹的时候，本王必定让他生不如死。龙清若，你发什么疯？开门！今天在清远阁，本王不是想休你的。本王知道是柳天志害的13弟，本王下令休你，只是想逼那老匹夫拿出解药的权宜之计。本王跟你道歉，本王错了，你先把门打开。行，你就把自己关在里头，不许吃王府的1粒米饭，饿死你算了。跟了我几千年的护体原主，竟然不认我了。宁可留在东方镜那个混蛋的身体里，也不愿意跟我走，还为了他伤我。我还就不信了，离了原主，我没有别的办法修炼。王爷，从白日起送到清福居的饭菜，王妃一口都没吃，也没出来过。本王都跟他解释过了，他自己不听，不管他，饿死他算了。反了他了，在本王府内，一切都由本王说了算，哪里还由得他想不吃就不吃饭的？你还长本事！王妃人呢？桃心，王妃去哪里了？差点忘了你是个哑巴。他不是说不走吗？这个骗子！秦先生，立刻带人去找，挖地3尺也要把他给本王找出来！小翠，放手！精怪伤人，
放开大长公主，否则将你碎尸万段！放开他！你是什么人？敢管我的闲事？放开他，然后滚！大长公主，放开我，不然我吃了你！圆珠欺负我，东方镜那个王八蛋欺负我，现在就你一个小刺猬，也敢在我面前放肆叫嚣！再不化化人形，信不信我现在就砸烂了你？今晚加餐吃烤刺猬。别打别打！你是什么精怪？因何伤人？我本在山中好好修炼，是他们抓了我回去，把我关在笼子里逗弄，我不得已才反抗的。我只是想逃命，我有什么错？事出有因，但这也不是你滥杀无辜的理由。你现在性格太暴戾，进湖中冷静休养吧。你是谁？好利落的身手，在下北平王，小女娃娃，你是何人？我叫龙小九。龙小九，哪里人士？父母又是何人？怎会半夜在此荒山之中？没父母，天生天养。你问那么多做什么？查户口吗？哈哈哈哈！你这小女娃的脾气倒是很对本王的胃口。本王膝下空虚，真希望有一个像你这般有本事的女儿。不如这样，你拜本王为义父，随本王回府，本王保你此生荣华富贵，如何？你是北平王，那就是皇家的人了。那你认识东方镜那孙子吗？自然认得。怎么，你认识他？认得，结了大怨。那你更该拜本王为父了。你想想，你若是成了本王的义女，靖王那孙子见了你，就得老老实实尊你一声姑姑，这辈分直接压死他，多解气。当姑姑听起来是不错，能光明正大揍他了。不行不行，我才不想当你女儿，平白无辜给自己找个爹，亏死了。既然不想当女儿，那我们结拜，你当本王的妹妹，一样能压靖王一头，如何？结拜可以，不过规矩得我定，我是大姐，你是二弟。你这小丫头，这就太过分了啊！本王好歹不拜拉倒。等等，那你方才对付刺猬精那一招，可以教教本王吗？你年纪太轻，资质太差，学不来。哈哈哈哈！你这女娃真是狂妄的让本王喜欢。实不相瞒，大长公主要见你，你方才救了她，随本王去一趟，她老人家定会好好答谢你的。大长公主，那可是大顺开国皇帝清祖的亲妹妹。听闻清祖爷病重时，她还代为处理过几年朝务，手段雷厉风行，威风的很。就连当今顺景帝见了她都得恭敬12分。这等老狐狸要见我干什么？准没好事。我还有事，不见。木盾，属下在，跟着他，摸清他的底细，绝不可惊动他。是。姑姑，他离开了。身份
他说他叫龙小九，这名字听着像随口编的。除此之外，侄儿多番试探，其余的什么都问不出来。龙小九，找到他之后，带到老身这里来，不能为难他。那刺客的身份也追查一下。年纪轻轻的少女，竟然可以悄无声息地潜入老身的屋中，不得不防。是，姑姑。你还敢来？打！给我狠狠的打！你这畜生，忘恩负义，欺师灭祖，你不得好死！老狗，死到临头还嘴硬！房子交出来，否则我杀了他！没事儿，我们可以耗到你认为可以把方子给我为止。不过，我怕他熬不下去。给你，早给不就是没事儿了？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放火烧了这里，一个活口都别留。你是你，龙清若，来得正好。你毁了我女儿的脸，我要杀了你！走啊！牵住他！不管你们如何处置，但我要他死！滚啊！人是你伤的，你放开我！哼，小柳爹，你都成罐头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是御医，我是朝廷命官，你不能杀我！不！打打杀杀的，太凶残了，吓着老人家了。快起来吧。算你还有点眼力劲。今晚的事，我可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你杀人一事，我也可以利用我的身份为你遮瞒过去。你放我走。那太好了，多谢你为我遮瞒。啊！救命啊！哼！你方才打他们的时候，不是很威风吗？现在你怕什么？怕死，还想当恶人？刚才你是哪只手打的人？哪只手抢的方子？哪只手对13小子下毒？你的嘴巴似乎吩咐人放火烧了这院子，你眼珠子是不是看过这方子？小柳爹，做人还是要信一下因果循环。今晚我来晚的话，你手上起码杀了2条人命。你和你女儿的命珍贵，旁人的命是草芥吗？他会活下来的。好。
我要走了，改日再过来。今晚用了太多的灵力，必须赶紧找个近的地方回去好好休息调养。别，我会回来的，你别担心我。还知道回来？你去哪里了？去了哪里？回本王的话。哼，我要杀了你！什么？龙千若，你怎么了？谁伤了你？本王杀了他！原主竟然真的背叛我了！阿禄，阿禄，请大夫！原来当时原主为了替我挡住天雷，已经受损严重。不要！你醒了，觉得怎么样？我怎么了？你发烧了，昏了3天3夜。3天了，你守了我3天。谁说的？本王忙了3天，刚得空过来看看你，你就醒了。不是啊，娘娘，王爷守了您3天，不吃不喝，不敢睡觉。闭嘴！送我去麒麟山。还想着去游玩？不许去，等你痊愈了再去。王爷，你咬吧，咬到你出气了为止。大夫说你受了很重的内伤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没什么，我要睡觉了，你们都出去。好，你先睡一下，本王晚点再过来看你。金嬷嬷，你在外头好好守着。王爷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伤着了？或许是饿过头了，加上这3天焦灼忧心，气血凝滞。没事，别嚷嚷，别惊了王妃。王爷，大理寺少卿高渐离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在皇后的凤栖宫里发现了柳天志和一具尸体？没错，3天以前，柳天志重伤倒在了凤栖宫外，与他一起的还有一具尸体，身份已经证实是京中的刘匹。这与本王有什么关系？柳天志伤势很重，眼睛瞎了，舌头被割掉，手指被砍掉，凶手的手法十分残忍，且他没办法说出是谁害他，而谁害他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凶手竟然可以不被禁军发现，把2个人扔到了凤栖宫门口。整个京城只有2个人的武功能够做到，一个是靖王殿下你，另一个是北平王。所以你认为是本王做的？王爷认为当今京城有几人能做到？这是你们大理寺的活儿，来问本王又有何用？本王还有事要做，慢走，不送。是，下官告退。王爷，这事您打算如何处置？他们罪有应得，你一封休书给柳氏。就给休书？火清丹的事欺骗本王，虚假买卖，刺伤方熙太后身边的老人静嬷嬷，对13弟下毒，嫁祸王妃，这罪大恶极，自然不能只给休书。待休书给出去之后，你亲自拿他去大理寺，控告他们父女。是。对了，王爷，薛家那边对于薛喜元的事还是耿耿于怀，铁因未探得消息，薛家或许会有动静。知道了，多派几个人守着清福居。是。放开我！
我是王爷的侧妃，你们敢碰我？送去大理寺。放开我！龙清若那个贱人，是他害了我父亲，毁了我的脸，他不得好死！王爷被这妖女迷了心窍，大理寺一定会还我公道！有杀气。王妃，您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不能下地啊！外头有杀手，冲着东方镜去的。王爷功夫高强，咱们府内还有那么多铁鹰卫，肯定不会有事的。我原是执掌3级法度的龙女，因早夭才需要祭魂投生到龙族。虽然原珠不是我半生而来，而是龙内帝帮我讨来的神鹰王孙子的原珠，但这几千年来他同我相伴，早就融为一体。如今更是为我挡了天雷火，才会落得这般境地。小静这个罐子若死了，原珠也会碎裂。虽然不知原珠为何会不认我，但我绝不能看着他就这么碎了。王妃，听老奴的话。王妃！住手！铁鹰卫，陆清若，你怎么样？唐娘拖着重伤赶来救他，这竟然是他瓮中捉鳖的计策。这下何止是捉鳖，连龙都一起捉了。陆清若，日后我不会再惹你生气了。大夫，快去请大夫！我保证。大夫呢？还不快去找大夫！妈！陆清若，麒麟山，本王拔剑，你迅速止血。是，只是王爷，这剑身太长，持剑柄拔出的时候，剑身必定会抖，造成第2次伤害。老朽怕王妃一个弱女子撑不住啊！本王绝不让她受到2次伤害。王爷，您的手。没事，你准备好。陆清若，你可不能死！大夫，王爷，您的手受伤了，我先帮您包扎。无碍。王爷，包扎好了，血止住了，把他们全部杀！王爷，王爷，快搭把手，扶到隔壁厢房。浪费，简直暴殄天物！热水来了！来人啊！王妃不见了！龙小九，那女子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天啊，龙，金龙！龙小九，小白，帮我守着。他竟是龙！王爷，铁鹰卫已经找遍了，可还是没有找到王妃的踪迹。他还在重伤中，能去哪里？一定是有人趁乱带走了他。继续给本王找，挖地3尺，本王也要把他找回来。王爷息怒，昨晚的杀手已经全数歼灭，晋府有多少个人，就抬着多少具尸体出去，绝对没有漏网之鱼。可王妃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如果没人带她离府，是绝对不可能走得动。王爷，您且放心，铁鹰卫已经在继续找了。您这身子刚从鬼门关拉回来，还是先吃点东西吧，不然人没找到，您先倒下了。龙小偏现在重伤，下落未明，本王吃什么东西？不吃。王爷，您这么紧张王妃，单单是因为13爷的病需要王妃的火情丹救命吗？亦或是因为其他？他舍命救了本王，本王自然要找到他。什么其他不其他的，你别在这里瞎说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属下还以为
或许是日久生情呢。你个混蛋，胡说八道什么？谁跟他日久生情了？还不快滚出去给本王找人！滚滚滚！王爷莫急，不如静下心来仔细想想，王妃之前可还有提到过什么其他地方？我受伤了，需要地方疗伤，所以这几天我都躲在后院的废井里，泡在井水中寒气入侵，所以才会浑身湿透，冻成这样。龙清若，龙清若，本王也是疯了，竟会信他这无稽的话。亏得无人看见，否则这张脸都不能要了。王爷在这里干什么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有没有看见什么？属下什么都没有看见。这井里有什么吗？没什么。对了，本王想起，他之前昏昏沉沉的时候，喊了好几次麒麟山。你说，他会不会去麒麟山了？麒麟山？那不是北平王的别院吗？那里除了大长公主，不许任何人进入，连皇上想去养病他都不许，更不要说王妃了。如今没有其他地方了，不管是刀山还是火海，本王都要先去看看。王爷三思啊！不妨先派人去探探虚实。若是确定王妃真的在麒麟山，您再亲自去接也不迟。否则，眼下这个敏感的时候，您大张旗鼓的去找北平王，只怕皇上听到了风声，又要多想了。你让阿禄去麒麟山别院查探一下龙清若在不在那里，若有消息，立刻禀报。大姐，你醒了，来喝药吧。你喊我姐，你同意做小弟了？那必定是同意的。小王不，小弟，小弟能认您为大姐，三生有幸啊。随你吧。你刚才都看见了？看见什么？小弟什么都没看见啊。姐，要是看见了，会被灭口吗？你多大了？回大姐的话，小弟今年60有5。还年轻。哎呦，这都好久没有人说过我年轻了。姐，您说话就是中听。大姐，你放心，今夜之事，小弟绝对不会对外吐露半个字。对了，姐，你这般通天的本事，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？谁干的？王爷，靖王府来人了。靖王府的人？东方靖那小子派人来我这儿干什么？回王爷，带头的说他们是来找王妃的。找靖王妃？他脑子被驴踢了吧？我这别院里连个木蚊子都飞不进来，哪有他的什么破王妃？我没告诉过你吗？我是靖王妃。你是靖王妃？那这么算下来，靖王那孙子岂不是成我姐夫了？等等，所以你跑来这里，不会是他害你受伤的吧？算是跟他有点关系吧。岂有此理！东方靖这个狗东西，连我大姐都敢伤，简直是活腻了！传本王命令，把大门堵住，别放他们任何一个人进来。是，站住！给本王好好教育一下他们，让他们知道，本王的大姐可不是谁都能欺负的。属下遵命。怎么还不出来？我们是靖王府铁鹰卫，奉靖王之命前来查探王妃下落，还请行个方便。有人出来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可是靖王府的人。打的就是你们靖王府的人。王爷有令，好好教育教育你们，让你们知道得罪王爷姐姐的下场。秦先生，您轻点儿，疼！王爷，您是不知道啊，那麒麟山的守卫禀报老王爷回来后，就带着人把卑职死死压在地上一顿打。他们一边打还一边喊，说是老王爷送给靖王的见面礼。这怎么可能？麒麟山的守卫就算再横，也不至于下死手打本王的铁鹰卫。而且，本王和伯祖父素来井水不犯河水，根本没结怨啊。那你们挨了这顿打，可有探听到王妃到底在不在里头？什么都没探听到，连大门都没进去。倒是那些守卫一边揍我，一边一直嚷嚷着什么姐夫必须要打一顿之类的。什么姐夫打一顿，简直乱七八糟，定是你耳朵不灵敏听差了。看来本王必须要亲自去一趟才行。
龙清若，别跑！龙清若，你别躲！什么鬼东西？那刺猬我刚刚才放手，让他自己从湖里爬出来的，怎么就被这个倒霉蛋又重新给带了下去？湖里好久没动静了，他不会是被刺猬砸死了吧？这可是我看上的原子，要死也让他死远点，别脏了我的湖。喂，小静。圆珠碎裂成这个样子，是怎么给我输送灵气的？难道圆珠侵入了东方镜的心脏，是一直在利用他的血魄疗伤？我一直以为圆珠背叛了我，没想到是我误会了圆珠，还亏待了东方镜。醒醒，你不能死！你要是死了，我和圆珠也活不了了。龙清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干什么啊？你的伤怎么样了？你怎么会躲在这里？你知道本王找了你多久吗？这着急不是装出来的，他是真的在担心我。快，你转过去，让我看看你背后的伤口。已经没事了，圆珠现在很弱，我要守护在圆珠身边，一如圆珠这几千年来守护我一般，我也不能让他死。那你怎么会跑到这麒麟山来？我来找小北。小北是谁？是不是他带你走的？他好大的狗胆，竟然敢潜入我靖王府，拐走本王的王妃！本王非砍了他不可！你不是一直要吵着要休了我吗？我现在自己走了，不正好合了王爷的意吗？你还找我干什么？我从头到尾就没有想休你，那只是障眼法权宜之计，就是骗一下那柳氏妇女。你还生气呢？别气了，跟本王回去。要我跟你回去可以，兵符给我。你要兵符做什么？就算你拿了兵符，没有我的手令，你也不可能调动兵马。我不需要调动兵马，我只是拿来挟制你，免得你像之前那样不信任我，动不动就搞什么休妻的戏码。你不给我，我不回去。本王说一句休你，这代价可真大呀。那是自然，凡事都要付出代价的。他不生气的样子真好看，不过绝对不能告诉他这兵符是假的。真正的兵符我向来贴身收藏，袖袋里这个不过是个备用的假货。走吧，我们回去。我的东西已经全部收拾回清福居了。我回去也不跟你住一个屋。为什么？是你自己说的，夫妻就是要睡在一起。不行，既然回去了，我们还是要睡一个屋的。此一时彼一时啊，王爷，你是军中武将，而我现在手持兵符，你说你要不要听我的？所以你兜了这么大个圈子要这兵符，就是为了拿它来压着我？你还想拿假的来糊弄我？大顺王朝开国这么多年，只有一个三军兵符，那假货做的那么崭新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你快还给本王！你不能拿，别闹了，兵符事关重大，绝非儿戏。我也有一样很宝贵的东西在你身上，所以我要拿回一样你觉得珍贵的东西作为抵押，否则我不会回去。你胡说什么？本王几时拿过你珍贵的东西？反正就有，就这么定了。这兵符我拿着，你放心，我不调动三军，我只调动你靖王一人。罢了罢了，这女人现在软硬不吃，先哄了她跟我回府，再想个法子取回兵符便是。毕竟她现在还有伤在身，不能真跟她生气。好，你拿着。那现在可以回府了吧？回去的话，我得先去告诉小北一声。这个小北在哪里？本王现在就要去杀了他。算了，我们还是先回吧。他现在没在这里。小北的年纪比他老得多，真打起来，他可未必是小北的对手。好啊，原来是你这只小畜生伤了本王是吧？害得本王在龙清若面前丢尽了脸。本王今天非把你踢下湖去喂鱼不可。哎，行了，你跟一个刺猬较什么劲儿？
见鬼了！本王不会是刚才砸到头，连带着眼睛也坏了吧？行啦，你也跟我走吧，免得留在这里被人烤了吃。他对一只刺猬都这么好态度，却不肯多给本王个好脸色。你等等，他怎么走这么快？龙清若，你等等本王，你走慢点，你伤势要紧吧？要不本王背你下山。本王这些年威震一方，东方镜一个小辈，竟然成了本王的姐夫。陆盾，你说本王现在是不是应该下去把他暴打一顿，阻止他把大姐带走？王爷，人家毕竟是夫妻。算了，大姐既然选择跟他回去，肯定有她的道理。不过本王实在放心不下。陆盾，你派几个人去，暗中保护大姐。是，属下遵命。这个男人好可怕，我差点就死了。王爷，药膳熬好了，您趁热喝了吧。这什么玩意儿？拿走拿走，本王不喝。王爷，这是王妃亲自吩咐老奴炖的补血药膳。王妃说了，您今天失血过多，以后每天都要喝1盅，喝了才能睡觉。这女人嘴上不饶人，心里原来还是在乎本王的，算她还有点良心。既然是王妃的一片心意，本王就勉为其难喝了吧。去，照着这个方子，也给王妃熬一份送过来。是，老奴这就去。你身上还有伤，别再弄这丑东西了，赶紧上床休息去吧。你说谁是丑东西？无妨，我的伤没什么大问题了。小北给我用了很好的药。又是小北，刚才在山上你就要去找他，现在又提他，这个小北到底是谁？我弟。你弟？不是说龙御医只有一个孙女吗？怎么又冒出一个弟弟来了？你知道你祖父受伤了吗？我知道，小柳爹就是柳天志，跑去龙家找火禽丹的方子，我祖父不给，他就殴打老人，我去的有点迟了，所以祖父伤势颇重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替我祖父报仇了。他说为祖父报仇了，那就是柳天志是他伤的，但他怎么把重伤的柳天志送到宫里，丢在薛皇后的殿前而不被人发现的？本王娶的龙清若真的是眼前这个人吗？有火禽丹，会点武功，出手狠辣，倒是极对本王的胃口。但这跟以前的龙清若截然不同。你干什么？还是让本王看看你的伤。不是说没事吗？怎么还在流血？这道伤是他为了替本王挡住致命一击才留下的，痛不痛？我捅你一刀，看你痛不痛？我宁可是刺在我的背上。那不行，你现在不能受伤的，否则原主也会受到影响。这女人平时嘴巴跟刀子一样，心里却这般在乎我。她竟宁可自己受伤，也不愿意我受到一丝的伤害。本王一定也要为她做点什么。龙老御医好歹往日是宫里头的御医，就算退下来了，朝廷还发了告老银子，足够他购置一所好一些的宅子了，怎会如此破旧？这点其实属下也有些费解。龙老御医确实很穷，甚至连当初王妃嫁过来的时候都没办法筹办多少嫁妆。先进去看看。靖王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本王听说老御医受伤了，前来探望。王爷，快请进。就你在这里照顾龙老御医吗？小北呢？谁是小北啊？龙老御医的孙子。王爷，您弄错了吧？老太爷只有一个孙女，就是王妃，哪里来的孙子？好啊，龙清若，你又骗本王。青阳，你留下，帮忙置办一些务实家具，调派仆人照顾，再请个好大夫来看看。是，王爷。哼。
龙清若，你是谁？鬼！东方镜，鬼！有鬼！好什么呀？哪里有鬼？肯定是刺嘟嘟化形没稳住。你这小东西，这才刚好些就敢幻化人形了，真不要小命了吗？不怪我，是那个男人，他好可怕。他可怕？你把他吓得连滚带爬的跑出去，你现在跟我说他可怕？哎，他本来就可怕嘛，他之前就要杀了我，刚才我都要重新化形成功了，他又凶巴巴的进来，大吼大叫，把我吓回去了。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以后不能再这么鲁莽了。你内伤未愈，强行化形会伤及元丹。要是真被这府里的其他人发现你是妖精，把你抓去扒皮炖汤，我可未必来得及救你。我知道了。快，给本王一些辟邪的符，或者佛像、观音像也行。王爷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有鬼！嬷嬷，本王见鬼了！什么？王爷莫怕。王爷别怕，这道符是当年方熙太后从白云寺求来的，太后交代过，戴上之后就百鬼莫侵。皇祖母求的，其实有鬼也好，说是真有鬼，本王倒还想再见皇祖母一面。嬷嬷，东方镜来了吗？王妃，您自个儿吃吧，别等了。王爷在飞月阁喝多了。喝酒？他怎么突然喝酒了？这不打雷了吗？但凡逢着下雨打雷的天气，王爷总要喝个酩酊大醉的。更何况今日王爷又说见了鬼，更是要大醉一场了。这么说来，我穿越过来的那天晚上，刚好是电闪雷鸣、暴雨狂骤的天气。东方镜也是喝得烂醉如泥，这才稀里糊涂的被我得手了。嬷嬷，为什么一打雷闪电他就要喝酒啊？王妃可知王爷的母妃？王爷的母妃童妃是庶女出身，因而在宫中处处受气，对其他嫔妃不敢发怒，回来就把火撒在年幼的王爷身上，装神弄鬼吓唬他。尤其是闪电打雷的夜晚，半夜把他推出门口去，还故意在里头学鬼叫，看王爷被吓哭。这么恶劣，那他一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。是啊，可怜王爷小时候日日夜夜都活在恐惧里。后来方熙太后总算查得了童妃的恶行，发了大怒，严惩了童妃，这才把王爷接到了自己身边抚养。有太后护着，王爷才慢慢的摆脱了那些恐惧。这些年，王爷在外杀伐果断，胆子越发大了。可谁能想到，他童年落下的阴影，却始终没能彻底克服。这雷声一响，王爷心里苦啊！平时看着他拽的258万不可一世的样子，没想到竟然还有这般凄惨的过往。老奴先去厨房煮一碗安神汤给王爷送去，王妃您用膳吧。静嬷嬷去照顾喝醉酒的东方镜了，陶仙这会儿还在屋外忙活，这会儿刚好没人。这雷雨交加的天气，正是吸取天地灵气的好时机。太好了，这趟雷电里走一走，灵力竟然提升了这么多。东方镜，东方镜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房中有鬼，本王有护身符，本王保护你。我说了不跟你睡的，
你喝多了，赶紧回去你的飞跃阁。这是本王的王府，本王的床，你也是本王的。行，你的都是你的。睡觉吧。真的？闭嘴！再多说一句话，我就把你赶出去。看在原著的份上，加上你小时候被骑马吓得那么可怜，这次就当发善心，把你当个大号包斩火云红了。真是奇怪，为什么本王害怕的时候，脑子里想到的就是要来找他，而且就这么和他睡在一起，好像突然之间就不怕这打雷闪电了。王妃，你醒了吗？啊？那个，昨晚睡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这么说来，我确实很久没有睡过这么好的觉了，连一个噩梦都没做。原主有平心静气之效，看来昨晚是发挥作用了。本王昨日去了你外祖父家中，佣人说龙老御医没有孙子。龙清若，小北到底是谁？结拜的。没有血缘关系，这世上哪有男人对着龙清若这样会撩的女人还能无动于衷的？那个叫小北的和他非亲非故，还走得那么近，一定包藏祸心。你以后离那个小北远一点。为何？他对我不错的。你懂什么？这世上的男人对一个女人好，都是别有所图。好，都是别有所图。那你呢？特意来找我，关心我的伤，也是别有所图？你是本王明媒正娶的王妃，本王对你好那是天经地义的。总之，你以后离他远一点，听到没有？哦。行了，今日是皇祖母的诞辰，你收拾一下，陪本王进宫一趟，拜祭一下他老人家吧。我就不去了，我今天开始要对你13弟用药了，我要留在府中，时刻观察一下他的情况。用药？这么快就要给他用火清丹了吗？火清丹只是抑制他的病，根本不能治愈，治标不治本。那你现在诊断出他到底是什么病？也是心疾，但是他这心疾不可能随随便便服2副药就能好。我现在先给他用一些药，主要是为了增强体质，护住他的心脉。接下来还有一些治疗的手段，但这事不着急，还没到时候。好，13弟就交给你了，本王就先走了。王爷，奇怪，怎么突然感觉有些心慌？莫非是要出什么事？祭拜仪式开始。哎呀，姐姐恕罪，妹妹方才想着方熙太后生前的种种，沉浸在缅怀之情中，竟未看见姐姐还没上香。姐姐宽宏大量，定不会怪罪妹妹的无心之失吧？善儿，你不是亲手抄写了佛经要烧给你皇祖母吗？等下和你大哥一起去祭台旁烧吧。按照长幼大小来烧，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。姐姐，善儿为了给方熙太后抄写佛经，可是几天几夜都没合眼了。姐姐向来大度，就成全了她这份难得的孝心吧。规矩就是。行了，一道去烧吧，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规矩，都是自己的孙儿，母后在天之灵不会介意这些虚礼。父皇为了宠淑贵妃，已经罔顾长幼尊卑了，这般宠妾灭妻，嫡庶不分，把祖宗规矩踩在脚下，简直荒唐至极。给我看！少儿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来了？我见你13弟没什么事，便过来看看。护驾，快护驾！刚才似乎有一股什么力量把我死死拽了出来，是皇祖母吗？快救人！上儿，朕的上儿啊！皇上，上儿还在里头。禁军听令，
立刻搬开废墟，不惜一切代价把大皇子和七皇子给本宫救出来！遵命。难怪薛后能够在顺景帝病倒之后迅速掌管朝中的事务，这么一看，他确实更适合当皇帝。靖王，你刚才就在祭台下面，离少儿那么近，你明明可以拉住少儿的，你为什么没有拉？贵妃娘娘，当时祭台塌得太快了，本王自己都险些遇险，没来得及去拉任何人。我不信，你分明就是见死不救，你心里巴不得我的少儿死在里面，对不对？贵妃娘娘，慎言！够了！真没想到你心思竟如此恶毒。朕告诉你，如果上儿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朕要你陪葬。陪葬可以啊，但他得死了我才能陪葬啊。父皇觉得他现在已经死了。逆子，你这个逆子！皇上当心啊！我救大哥去，顺便帮你看看你的宝贝儿子死了没。你待在这里别乱跑。小静说这话可真解气，还以为他会当个顺从愚孝的傻儿子呢。少儿，我的少儿啊！你若是有事，母妃也不活了呀！别好了，你以为你这么好，里头的人就能活了？你说什么？你这个没教养的贱妇，敢咒我的上儿，本宫今日非打死你不可！你有完没完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撒泼？再闹的话，休怪本宫对你不客气。这薛皇后人倒是不错，比这狗皇帝好多了。你，皇上，您看皇后娘娘的，都给朕闭嘴！行了，你也别说他了。出来了，殿下出来了！少儿，少儿，你快醒醒啊！少儿，快把少儿送到清水宫去！御医，赶紧随行伺候。玉儿，快把穆亲王也背到清水宫去！你找什么？皇祖母的灵位。他对你很好吧？他曾经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对我好的人。唯一？本王方才遇险的时候，忽然有一股力量拉着本王出去，不知道你信不信？本王真觉得皇祖母就在，她一直在，是她救了本王。这吓着了，你不用怕，皇祖母是个温柔的人，她会很喜欢你的。可惜的是，她不能看到本王成亲，不能见到你，不然的话，她会高兴坏的。或许吧。走吧，我们也该去看看七弟他们如何了。怎么样，上儿如何？皇上，庆亲王伤势过重，如今只剩一口气了。上儿，朕不管你用什么法子，用什么药，务必救回上儿。皇上，穆亲王伤势也很重，只怕连1个时辰都熬不过了。什么？皇上当心龙体啊，快服药。皇上，微臣想起来了，太医院里有一粒药，是昔日摄国皇留下的，专治重伤之症。那还不赶紧取来给亲王服下，快去啊！只是那神药只有1粒。本宫不管，马上取来给他。取来。是。且慢！玉儿伤势同样惨重，也需要神药救命。这唯一的1粒药，皇上打算如何分配？这，容朕想想。
皇上，不能再犹豫了，善儿快不行了呀！这药您刚才亲口说了给他的，金口一开，绝不能反悔啊！是，朕开了金口，药只能给上儿了。皇后放心，朕一定会让御医给云儿用最好的药。最好的药，就是这一粒。朕主意已决。皇上，云儿如果有什么事，东方上必定陪葬。薛凤飞，你敢威胁朕？儿子是本宫身上掉下的肉，本宫自会为了他不惜一切。皇后，皇上已经答应了把药给上儿，你为什么还要苦苦相逼，为难皇上？放肆！本宫与皇上说话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？你打我！你竟然敢打我！本宫打不得你，把你自个儿当什么了？你太过分了！皇上，你要为臣妾做主啊！既然药只有1颗，要公平，那就把药平分，1人半颗，然后再找其他法子医治。皇上，不行了，你一定要救上儿。风御医，你马上去取药，把药劈开分半。是，微臣遵旨。大哥没救了。什么意思？皇后娘娘，这是穆亲王的半颗。皇上，真正的药已经给亲王服下了。臣妾就知道，皇上还是对上儿最好。那是自然，朕答应你的，定会做到。他们使诈！薛皇后知道父皇心狠，但她掉以轻心了，输了也怨不得人。但你心里不舒服。本王确实和薛家有矛盾，但大哥为人单纯，对我也不错。火清丹对他有用吗？用处不大，火清丹只是固心护脉的药，但是或许能拖几个时辰。这事虽与我无关，但薛皇后人不错，如果东方云死了，对薛皇后的打击必定很大，到时候朝局重新回到顺景帝手中，反而不好。走吧，先去你大哥那里看看。上儿，我的上儿，你终于醒了，太好了，皇上，上儿醒了。娘娘，庆亲王醒来了。本宫知道，看来这药有问题。玉儿若是出了什么事，本宫保证东方上也绝对活不下去。娘娘，眼下可有别的法子医治穆亲王吗？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本宫没想到皇上竟如此狠心，这可是他的亲骨肉啊！本宫已经失去过一个孩子了，难道老天如此残忍，连鱼儿也保不住吗？娘娘，靖亲王和靖王妃来了。皇后娘娘，本王来看看大哥。靖王妃，本宫知道你有火清丹，火清丹对云儿是否有用？用处不大，但能拖延几个时辰。我会给他服下火清丹。从现在起，所有人都出去，任何人不能进来。出去？王妃想如何？救他。你能救他？能，但你要听我的，全部出去。4个时辰之内，绝不能进来。4个时辰？为什么要这么久？你怎么救他？你懂得医术吗？就算你师承你祖父，可宫中御医都没有法子，你有什么办法？王后也说宫中御医都没有法子了，何不让我试试？他这是干什么？不是说好只给火清丹先延续大哥的生命，
然后让本王去找摄国皇取药吗？龙小偏，你跟本王出来一下。你要做什么？让所有人都出去4个时辰。真有什么事，血皇后绝对会迁怒你。你不是想救他吗？有办法救，本王当然想救，但火清丹根本不是治疗重伤的药。像你说的，顶多能拖延一下。你把自己关在里头4个时辰，回头人没了，那就都是你的责任。你也会怕啊？本王自己当然不怕，但血皇后会迁怒你，你有能力自保吗？火清丹拿出来，本王给他们几粒，然后本王去找摄国皇，能不能拖延到本王回来，就看大哥的造化。别找了，让我试试吧。我有一点把握，但你要帮我守4个时辰，任何人不能进去。一点把握？重伤成这样，御医都没办法，你能有什么把握？不行，太冒险了。你不听我的话吗？那我找找兵符。本王就不该让你来。好吧，本王就为你守这4个时辰。若真出了什么事，本王和你一起承担。把火秦丹给本宫，其余的就交给御医尽人事吧。你们可以先出宫去了。皇后娘娘，火秦丹只能让大哥多支撑几个时辰，让他试一下，还有希望。他如果能拖3天，那本王就立刻去找摄国皇取药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皇后斟酌。自从东方镜掌握兵权，薛家就一直盯着他，算计他。他真会真心想救云儿吗？万一他借此机会……本王不会害他。好，你们随本宫出去。交给你了。风御医，大皇子那边怎么回事？怎么全被赶出来了？回贵妃娘娘，靖王妃说要亲自给穆亲王医治，4个时辰内任何人不得打扰。连宫里最好的御医都没办法，她一个黄毛丫头竟然敢进去逞能，真是找死。不过也好，东方云死了，东方镜也要承担责任，我的尚儿离那一步就更近了。还真挺疼的。皇室子弟重伤濒死，如果单纯用灵力救他，会把我彻底耗竭。更麻烦的是，原主祖父还有13皇子，他们身上都有我的灵力。如果他们没有痊愈或者死亡，我的灵力根本撤不走，强行耗竭只会害死他们。看来只能用最传统的法子，手术了。第1个手术，开颅。本宫等不了了，本宫要进去。他是生是死，本宫都要陪在他的身边。不行，任何人都不能进去。东方镜，你给本宫退开！以往总觉得他铁石心肠，没有感情，权势重于一切。如今看来，倒并非如此。让他进来吧，只让他一个人进来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消毒，带上。你想要你儿子活命，就得听我的。你对我儿做了什么？剖开，止血，缝补伤口，摘除受损器官。刚才你在外头说话的时候，他的心跳加快了一点，证明他对你的声音有条件反射。你就在旁边坐着，絮絮叨叨说几句吧，随便说什么，让他听到你的声音就好。龙清若，你疯了！你这哪里是治病，你是在杀他！你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快来人！不好，穆亲王有危险！
再往前一步，本王立刻宰了你！想他死，你就继续嚷嚷。但凡这扇门被推开，再进来一个人，我马上走。到时候你亲自给他收尸。你让你进来，是因为你能帮到他，不是让你来捣乱的。真想帮他，就乖乖坐下来，和他继续说些话。没话说就唱歌。事到如今，你只能选择相信我。你轻点。皇后这个表现还真让我失望。我以为你进来之后只会问你能帮上什么忙，然后严格按照我说的去做，而不是在这里大呼小叫，浪费救命的时间。玉儿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母后在这里，母后不能失去你。他听到你的话了，继续。玉儿，你听见了吗？继续支撑住，母后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。等你好了，母后把最好的都给你，你千万不要抛下母后。站住！本宫来看看穆亲王。我的王妃正在里面给大哥治疗，现在谁也不许进。本以为东方云伤得那么重，很快就会死，可这都已经过去几个时辰了，怎么还没传出死讯？之前龙清若能把13皇子救活，莫非他手里有比皇上那里更厉害的仙丹神药？不行，我得亲眼瞧瞧。本宫就看看，不会影响他治疗。东方静，你放肆！本宫可是带皇上来看望穆亲王的。那你回去告他，别猫哭老鼠。你眼里可还有皇上？李通，撵他走。哼，以往或许还会念及几分父子之情，但从他说出要我给东方上陪葬那一刻开始，这父子之情便荡然无存了。贵妃娘娘，请吧。好，东方静，你跟本宫等着。我得吃饱喝足，保证体力。若是待会儿龙小片救不回大哥，我好带着龙小片直接打出去。没了援助护身，灵力也少得可怜。做这么高强度的开颅和缝合手术，差点没把我这条小命给累垮。他怎么还没醒来？等1-2个时辰吧，他会醒来的。东方上的伤势和他差不多，这只服用1粒丹药就能痊愈。那到底是什么神药？人间研制出来的药绝对没有这个功效，但如果是神界的药，摄国皇如何得到？且神界的药是注入灵气的，若无灵力驱使，就算痊愈，也会出现很多后遗症。你这算是医术吗？是你祖父教你的。小静，进来。怎么样了？龙小片好危险，竟然随身带这么多武器，以后睡觉我得防着点。都这样了，真的还能活吗？怎么说话呢？2个时辰左右他自会醒来。我留下一些药，4个时辰之后给他服下，1天3次。我分明摸过他的袖带，空空如也，连个铜板都没有。他到底把这些药藏在哪里了？他当真可以痊愈？除非有人再次害他，否则他会好起来。好，多谢。来人，给王妃备下膳食和汤饮。不用了，他今日太累了，本王带他回府。表哥，你还没回府吗？我担心大表哥，他现在没事了吧？暂时没事了。大表哥觅得良药了，真是太好了。我腿麻了，走不动了。那休息一下再走。你背我。叫工人准备煎鱼便行，怎能让表哥背你？他堂堂亲王。上来。他堂堂亲王，就喜欢背我。表哥和表嫂如此恩爱，真是羡煞旁人。她不是素来不喜女子近身吗？龙清若只不过是个御医之女，算不得千金之躯，表兄为什么要对她那么好？既然他能接受这样的女子，那是不是说明我也能？
本宫可以帮你。走慢一些，他今天累得很。是。阿禄，你这个笨蛋，马车都不会驾了吗？王爷息怒，属下会小心。嘘，闭嘴！大哥刚才那样子，不是被太医死了吧？如果大哥死了，薛皇后肯定不会放过他。不过，反正薛皇后和薛家本来和本王就势成水火，顶多往后的日子比以前更精彩就是。总不能不护着他，毕竟他手里拿着兵符呢。对啊，现在不正是翻找兵符的好时候？算了，好好睡觉要紧。王爷，王府到了。王爷，属下给您搭把手。谁要你搭把手？你那猪爪子敢碰他一下，本王砍了你的手！再看把你眼珠子挖下来。是你自己穿成这样的，一大早的，有伤风化。有伤风化。怎么了？难道你不喜欢？昨天你是如何？王爷，不许进来！王爷，皇上差人来，叫您即刻进宫一趟。参见父皇。朕只传了你来，怎么你王妃也跟着来了？她是儿臣的王妃，自然要同儿臣一起。放肆！身为亲王妃，你懂不懂规矩？见了长辈都不懂得行礼。你说我，你做的也不规矩啊！皇帝右侧的位置是你做的吗？你来人，给本宫掌嘴！你碰他一下试试，本王立刻剁了你的手。够了，说正事要紧。皇后那边刚传了消息过来，说你大哥已经醒了。此番你不顾安危救出你大哥，朕理应重重嘉奖。你表妹倪凤双居也有些日子了，你和她自小一起长大，算得上是青梅竹马，感情甚笃。以前方熙太后还在的时候，就曾说过要把她指给你为妃的。那为什么那时候不指婚？那会儿为什么没指婚？你心里没数吗？你那会儿整日游手好闲，混蛋且没出息。哦，儿臣明白了。以前儿臣是个废物，就没人搭理。如今儿臣出息了，手里掌着兵权了，所以郡主现在就看得上儿臣了。表哥，你怎能如此想我？你我皆是在外祖母身边长大的，感情自然不同一般。你这么说，是否嫌弃我嫁过一次？若不是幼年时亲眼见着他因为嫌弃本王为母妃依靠，收买宫人，把本王关在慈安宫的暗房里1天1夜，本王还真要信了他的鬼话。按照大顺律例，男子但凡要纳妾，需要正妻同意。你们问本王的王妃吧。这个狗男人还把问题抛到我头上来了。表哥，你是亲王，娶侧妃只需要知会他一声便可。不好意思，王府分工明确，他管内院，本王不好越俎代庖。你叫龙清若是吧？那关于静儿要娶倪凤的事，你怎么看？什么时候妾也配用娶这个字了？皇上和舒贵妃已经同意了这事，本来就无需征求你的同意。这样吧，本公主给你10万两银子，或者3家店铺，你选一个。我全都要。
真是贪心的很。哼，低门小户出来的人就是上不得台面。朕许了，公主你尽早办下这事，该给银子给银子，该过户店铺过户店铺。是皇兄。他竟然给点银子就同意了，本王就只值10万两和3家店铺吗？你们在清水宫等候，本公主随即命人去取银票。至于店铺，则3天之内把手续办完。哼，那你快些。你出来，有话跟你说。你有话就说啊。你为什么同意本王娶侧妃？我几时同意了？那你收人家的银子和店铺？他给我，难道我不要吗？他给你是有目的的，就是要你答应。他的原话是无需征求我的同意，整句话也没提过让我同意的字眼，对不对？明眼人一听就知道他的意思，是以这10万两和3家店铺买倪凤进门，你收了就意味着同意，否则他完全没有理由给你银子。我不是明眼人，我还不是人呢，我可是智勇双全的龙宝宝，反正有小北在，他要孝敬我这个当姑姑的，我收着便是。龙清若，你这般含糊其辞，是不是想同意来着？你就那么想让我娶别的女人吗？其实你娶不娶都无所谓，但是他进门之后，你们绝对不能睡在一块儿，否则袁若万一到那郡主体内怎么办？那我岂不是白折腾了？那可不能保证了，娶进门又不睡在一块儿，岂不是白娶了？那我就杀了你，或者他。好吧，看你这么在乎本王的份上，本王不娶。但你真拿了他的银子和店铺，又不许他进门的话，万公主必定要收回，还会找你算账。银子进了我的口袋，想拿回去就难了。届时一句孝敬姑姑，便可以把他打发了去。如今看来，和小北结拜，利大于弊呀。表哥，请留步。表哥，其实我压根就不愿意再嫁人，只是母亲总为我张婆，实在让我心烦。这一次舒贵妃提议让我嫁给你为侧妃，我想还不如求你给我一个位置，我只要侧妃的名分，其他在府中的一切开销都由我自己出。进府后我也尽量不与你们相见，求表哥看在外祖母的份上，就帮我这一次吧。等东西全都送到再说吧。有了这些银票，就能给祖父买宅子了，店铺就给他开医馆。他医术这么好，理应继续造福病人。就因为这些你就把本王卖了？你要钱直接从府中支便是，何必做这些？你真不喜欢那个宁凤郡主啊？喜欢，她如果不是女人，本王早就上手打她个手段脚残。为什么？年少时，她可没少耍心机陷害本王，叫人欺辱本王。本王是看在皇祖母的份上才没揍你。她真这么坏啊？不能说坏，只是心肠歹毒、自私自利，视人命如草芥而已。我在王府住的实在是无聊。小柳又走了，而且我觉得做人不好言而无信。既然拿了别人的银子，就得把事儿给包圆了。你什么意思？靖王殿下，王妃娘娘，奴才来送赐婚的旨意了。本王不。我收下了。龙清若，我有我的主意。所以你刚才说的都是谎言。从你收那10万两开始，你就打算出卖本王。在你心里，本王就值10万两。靖王妃，你不了解倪凤郡主，她这个人手段很毒辣，绝不是你看到的那样。如果你想退了这旨意，本宫可以帮你。她怎么毒辣？她总是指使宫人欺辱靖王。最严重的一次是方熙太后说要把她许配给靖王。他为了抗婚，便指使工人把靖王推到湖里，要把他溺灭。但那工人不敢，只是把他关在了暗房里，再装神弄鬼吓唬他。那天晚上下着大雨，靖王自幼最怕闪电打雷的。事后听工人说，暗房里一个晚上都传出他撕心裂肺的惨叫声。那年他们多大？12岁吧，他们年纪相仿。啊，12岁。懂事了，你想怎么样？除我，任何人不能欺负小静，包括你。如果你有谋害他的心，我会杀了你全家。
都给本王搬干净了，一件衣裳、一本书都别留下。这是要分家啊！青阳，带人进去，把里头那张床也给本王拆了搬走。王爷，那今晚您睡哪儿啊？这么大的王府，除了这儿，本王就没地方睡了吗？你还在生气呢？外面可是在打雷，你真的一个人睡吗？那又如何？本王就是再害怕，也不会跟你这个见钱眼开的骗子同床共枕。他不会真当你妾室的，你放心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已经把圣旨接了吗？我知道，他欺负过你。你非得说破是不是？小时候欺负，莫非我现在能还回去？你不能，我能。小静，没人可以欺负你。我要他付出代价。床呢？是啊，床呢？青阳，把本王的东西全部搬回来。王妃，这是公主府送来的3家电器，都改成红器了，写了王妃的名字。再有几日便是郡主进门的大喜之日了，怎么连块红布都没挂？府中的下人是怎么办事的？府中的下人都有正经事要忙，哪里管得了这种闲事？这怎么是闲事？这可是大事，她可是郡主啊！我还是亲王妃呢，在这府中我说了算。我说是闲事，那就是闲事。宁凤郡主如果觉得委屈，让她抗旨好了。再说，本来就是纳妾，一顶轿子从侧门抬进来，跪在我这个主母面前，就算礼成。你欺人太甚！这就受不了了，我还没开始呢。他东方竟欺人太甚！母亲息怒，龙青若以为这样百般阻挠就能使我们放弃，我偏不。这是皇上赐婚的，容不得他龙青若不承认。你好歹也是郡主之尊，怎能受如此委屈？我是郡主，他龙青若只是御医孙女。等我进了府，府中的人自然知道该听谁的话。届时他龙青若便是跪着求我，我也不会轻饶的。他不是把柳氏毁容了吗？那我也要一刀刀的划破他的脸，再一根一根剁掉他的手指，到时看看靖王还喜不喜欢他。大胆！你们干什么？不许妨碍郡主拜见主母。怎么回事？我的头怎么不受控制了？李成，表哥呢？王爷忙于军务，但没事。你给我磕了头，我准许你入门，便算礼成。王妃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！他堂堂郡主之尊，怎能与狗拜堂？这怎么能怪我？是郡主自己愿意的呀。你们刚才没看见他自己磕头磕得多起劲儿吗？再说，王爷军务要紧，总不能让他为了区区纳妾这样的小事，丢下军务大老远赶回来吧。戚嬷嬷，带我回房。龙青若，你竟敢如此羞辱我，今晚你死定了！
倪凤，你生气吗？你羞辱吗？还不够，你还要感受一下那种巨入骨髓、魂魄不齐的滋味才行。王妃，今天这样闹，万一皇上和贵妃娘娘降罪。小静，你再这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，明天我就调你去后院洗茅房。老奴觉得王妃这么做再合情合理不过了。传网话下去，宴席散了之后，让下人全部提前回房，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许出来。是。大喜的日子，东方镜竟躲去军营，还放纵他如此辱我。齐嬷嬷，去叫吴舔来。郡主，今夜毕竟是您和靖王的好日子，这不好吧？是东方镜先对不起我的，哼，休怪我送他一份大礼了。还有1个时辰之后，派人把那贱人抓到柴房里，我要让他尝尝什么叫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你去分配给铁鹰卫，不用他们做什么，只让他们什么都不要做。是。八路统领，这是我们家郡主的一点心意，请弟兄们喝喝茶。郡主说了，今晚不论发生什么动静，诸位兄弟只管歇着，什么都不用管。嬷嬷客气了，那就不打扰诸位了。哼，还以为靖王府的铁鹰卫有多忠心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头儿，这银子咱们真收了？为什么不收？王妃早就有过吩咐，今日不管倪凤郡主给什么打赏，送什么东西，一律照单全收，而且全进咱们自己的私包。咱们自己拿着。不仅如此，王妃还交代了，今日咱们铁鹰卫只负责抵御府外来的刺客，至于府里面的一切，咱们不必管，全当没看见。算算时辰，给王爷的传信应该已经到了。九姑娘，小臣有什么可效劳的？帮我提一个阴魂上来，镇南侯府的世子，2年前暴毙而死的那位。举手之劳，九姑娘稍等。九姑娘，他就是镇南侯府的世子孙伯平，乙子年12月初3死于非命。死于非命？不对，他是病死的。卷宗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他是死于非命，被他害了。你来。孙伯平，你怎么死的？是郡主，他以废墟害我病发，再换了我的药，我无法呼吸才会暴毙。他为什么害你？他与庆亲王东方尚有私情，就在我房中被我撞破发现了。他怕丑事败露，便狠下杀手。本只是想让孙伯平去吓唬倪凤，就像当年倪凤找人吓唬小静一样，没想到孙伯平就是被他害死的，那就不只是吓唬这么简单了，杀人该偿命。判官爷，您回吧，今日之后，孙伯平交还给你。小臣告退。去吧，去找他。谁？你干什么呀？郡主，外面好像有人。你看错了吧？这里是柴房，大半夜的，谁会跑到这里来？再说了，外头的铁鹰卫都拿银子喂饱了，今晚就算这王府翻了天，也没人会来管。东方镜不回来，本郡主也能逍遥快活。春宵苦短，别耽误时候了。一会儿还有个龙清若给你们玩。还是郡主想的周到。那属下就……有鬼！整日疑神疑鬼的，本郡主倒要看看哪有人
郡主，你的奸夫真多。孙伯平，你不是死了吗？你别过来！郡主怕我，你连杀我都不怕，现在倒怕了。还记得我临死的时候你对我说啥吗？你说，嫁给我这个窝囊废，是你倒了8辈子的大霉。鬼啊！无忌，你跑什么？你可是侍卫长，快把刀杀了他！没用的废物，给我滚开！救命啊！来人啊！秦嬷嬷，快来救我！我也曾这样喊过救命，郡主记得吗？你当时可是眼睁睁看着我挣扎断气的。你滚开！不要杀我！堂堂郡主，新婚之夜竟然跟人在柴房苟且，癖好这么怪。龙清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让你过几天再回来吗？虽然你说有把握，但我还是担心你的安危。青阳，你们这些混账东西，拿了我的银票，竟然还抓我，简直卑鄙无耻！戚嬷嬷，此言差了，抓你的可都是我手底下的人，我们可1文钱都没拿你的。王妃，高大人到了。天啊，这不是逆凤郡主和公主府的无田侍卫长吗？竟然做出这种有伤风化的事儿，公主府的脸都要丢光了吧？怪不得龙小片不让本王回府，这我若是在府中的话，这倪凤反而还不好施展。不许看，会长睁眼的。龙小片没有骗我，他确实做到了。原来东方镜开心的话，援助修复会快一些。孙伯平，你不要过来！我不是故意要杀你的，是你自己撞破了我的好事，我才不得已动手的。对不起，你放过我吧。镇南侯府的孙世子不是突发哮喘暴毙的吗？高大人，现在看来，孙世子之死没那么简单。大理寺是不是该好好查一查？我们先出去，让郡主穿好衣裳，再带回大理寺。把这些潜入王府的刺客和嬷嬷一并押回大理寺天牢，连夜严审。京城大理寺已经审出了结果，高渐离将倪凤郡主与人苟且，谋害孙伯平的供词，以及他意图在王府害你的罪证，全部呈报给了父皇。皇上怎么说？父皇雷霆大怒，为了给镇南侯府一个交代，将倪凤关押在大理寺，秋后示众。至于东方上，以父皇对舒贵妃的宠爱，恐怕一时难动其根本。不过经此一遭，父皇大概以后都不敢轻易给本王赐婚了。那就好。这么一来，那10万两银子和3家店铺，我拿的就更安心了。龙小片，谢谢你。小星，谁欺负过你，我都不会轻易放过。你果真是爱极了本王。好，你怎么脸这么红？好像红……龙小片，本王也。人珠，快好，快回到我身体里来！